那是密洞群圣的守护至宝吗？可是他明明是优势啊，为何忽然要用守护至宝守护住自己？众人不解，不明白楚风的行为，不明白为何楚风明明已经压制住了陆英卓，甚至打得陆英卓没有还手之力，可是他自己却忽然使用了一座守护自己的宝物，将自己守护了起来。难不成是陆英卓准备使用更厉害的手段，而刚好被楚风看破了？不解之际，众人只能胡乱猜测，那难道是传说中的远古困兽符？可忽然之间，人群之中传来一声惊呼，那乃是风游大师。起初风游大师乃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且目光一动，在那钢铁堡垒上面打量着。而这种观察之下，很快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猜测，真的是传说中的远古困兽符。想不到诸天门的太上长老竟然得到了此物，如此珍贵之物竟然就这样使用了，这可信？太可惜了。风游大师一脸的惋惜，甚至有些痛苦，那个模样就好像一件他深爱的东西消失了一般。大师，难道说那是诸天门长老使用的宝物，而不是密洞群圣所用之物？此时不少人都对风游大师问道，毕竟风游大师的话与他们所想象的似乎完全不同，那可不是简单的宝物，而是极为珍贵之物。随后风游大师便为大家简单的讲述起关于那远古困兽符的来历。而听闻风游大师的话后，人们也终于得知这远古困兽符是为何物。原来远古困兽符传自远古时期，当年从一座远古遗迹内发现的时候，远古困兽符本来数量有着不少，但因为每张远古困兽符只能使用一次的缘故，便导致远古困兽符的数量越来越少。时至今日已是近乎绝迹，便导致此物价值连城。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宝物，对于许多界灵师和修武者来说，这更是一件用来珍藏的宝物。很多人得到远古困兽符根本就不会使用，而是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当然，远古困兽符的力量也是非同小可的，不仅能够困住对手，更是具有抹杀对手的力量，并且远古困兽符特殊的性质，导致只要将其丢出，就一定会命中对方，对方是根本无法逃脱的。哪怕对方的实力要在远古困兽符的力量之上，也无法逃脱远古困兽符的追踪，只能在远古困兽符化作实体之后，再用自身的力量去攻破远古困兽符。虽说远古困兽符的力量强弱也是各不相同，可是在风游大师来看，这张远古困兽符的力量完全能够抹杀一品至尊的强者，甚至就算二品至尊的强者被困在其中，也很可能是凶多吉少。大师，那按您来看，那个被困住的密洞群圣可还有机会逃脱？此时有人好奇问道，远古困兽符的力量太强了，它如此珍贵是有着一定原因的，而在老夫来看，他除非有3品至尊的修为，否则就算2品至尊也很难逃脱了。风游大师说道。而他此话说出，众人则是陷入了狂欢之中，毕竟他们都是站在6大势力这一边的，都希望那密洞群圣遭受应有的惩罚。可是相比外面众人的狂欢，那刚刚使用了远古困兽符的陆英卓则是长舒了一口气。讲实话，在与楚风交手之后，他对楚风也是充满了忌惮。他先前犹豫要不要使用远古困兽符，就是因为远古困兽符太过珍贵，他害怕哪怕使用了远古困兽符也无法击败对方。但是现在来看，远古困兽符的作用似乎还是不错的，至少从现在来看，那远古困兽符似乎是封锁住了对方，否则不可能这么长的时间过去，对方也没有任何反应。而偏偏远古困兽符困住对手之后，就会释放出力量去摧残对方，所以被困住的人在里面待的时间越久，生命也就越是危在旦夕。若是有本事的人，会立刻破开那远古困兽符，而没有立刻破开的，多半也就是没有破开远古困兽符的力量。当他觉得楚风多半是被困住之后，便走向了那套铠甲。本来当他触碰铠甲之前，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当他发现楚风依旧被困在那远古困兽符之后，才伸手将那套铠甲从半空取下，随后他便穿上了那套铠甲。铠甲在身，陆英卓整个人都是变得不一样了，他神圣无比，仿佛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感觉到那天际之上的雷海已经无法阻挡于他。猛然间，陆英卓拔空而起，直奔天际深处而去。而这一刻，所有人都是屏住了呼吸，他们最期待的一刻终于出现了，终于有人可以穿过那恐怖的雷海去夺取那神圣的兵器。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陆英卓终于来到了雷海之前。可是当陆英卓触碰到雷海的那一刻，他竟然惨叫一声，随后整个人如同断弦的风筝一般从高空坠落而下。这又是怎么了？难道说就算那铠甲也无法穿过那雷海不成？此时无论是6大势力的人还是那些围观者，皆是一脸茫然，同时内心变得不安起来。毕竟那雷海的威力非常的恐怖，而至今为止他们所知的线索之中，穿上那套由12件至宝组成的铠甲就是穿过雷海唯一的方式了。可是现在陆英卓已经穿上了那铠甲，竟然还是无法穿过那雷海，这让人们开始慌了。一时之间他们竟然不知该怎么办了。毕竟若是无法穿过那雷海的话，根本就无法触及那神圣的兵器，就更别提找到那传说中的神秘至宝了。然而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陆英卓则是将身上的铠甲脱了下来。真是该死！当他露出自己的那张扭曲的老脸之后，所有人都能看出他是多么的不甘心。你可真是没用啊！可就在这时，忽然有一道声音响起。当那道声音响起之后，陆英卓以及结界世界内的诸天门弟子皆是脸色大变。外面的人虽然听不到，但他们却是听得清清楚楚。那道声音正是传自那远古困兽符之内，并且那声音铿锵有力，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负伤之人的声音。那声音响彻之后，诸天门弟子以及陆英卓皆是面露惊慌。虽然外面的人听不到楚风所说的话，可是他们却能够看到
陆英卓以及诸天门弟子此刻的反应，正因为看到了众人的表情，他们才会一头雾水。他们不明白为何与诸天门众弟子会突然变得如此的惶恐，直到轰鸣炸响，废械飞舞之际，人们才恍然大悟。他们能够看到那碎裂开来的乃是远古困兽符，珍贵无比的远古困兽符，此刻已是粉碎开来。远古困兽符碎裂之后，他们能够看到一道身影立于诸天门众人面前，而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刚刚被远古困兽符所困住的楚风。楚风站在那里，竟然依旧毫发无损，但最重要的是，他脱困了。很明显，将远古困兽符轰碎的人正是他。虽说远古困兽符能够困住一品至尊，甚至抹杀一品至尊，哪怕二品至尊也未必能够逃脱。可是偏偏楚风不是寻常的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后，楚风结界之术方面的战力可以达到二品至尊，并且远非寻常的二品至尊可比。再加上这远古困兽符本就是结界阵法所化，所以楚风破开它自然不难。至于为何楚风这个时候才破开，而没有第一时间破开，自然也是有着他的考虑。你是怎么做到的？此时陆英卓以及诸天门众弟子都像看待怪物一样看着楚风，他们并不知道楚风在施展九龙圣袍后战力还能够得到提升，所以他们一时之间无法理解楚风是如何破开那远古困兽符的，还是低估了密洞群圣。与此同时，诸天门的众长老们也是一脸的忧愁，不管楚风是用何手段破开那远古困兽符的，但现在楚风脱困已成事实，而他们又知道陆英卓的身上只有一张远古困兽符，所以现在的陆英卓已经没有底牌能与楚风抗衡了。这也就说明在那结界世界之内，已经没有人可以限制楚风了。他们六大势力再度失去了与之抗衡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在结界世界内为所欲为。我认输。忽然陆英卓竟然满面歉意地开口了，紧接着他竟然向楚风施以充满歉意的大礼，随后他便主动脱下了身上的盔甲，双手托着那套盔甲，一步一步走到楚风面前，恭恭敬敬地将那套盔甲奉送给了楚风。正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而此时对方还没说什么呢，他竟然自己就认怂了。诸天门的太上长老可真是给咱们六大势力长脸啊！此时陆英卓的举动可气坏了不少人，这不如九星天山掌教等人更是一脸阴沉地挖苦起诸天门掌教。但是诸天门掌教相比于他人却是目光深邃，他了解陆英卓，也知道陆英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觉得陆英卓不会平白无故变得如此卑微，多半陆英卓是有他的打算。果不其然，当楚风接过铠甲并且穿过铠甲之后，陆英卓的嘴角勾勒起了一抹外人难以察觉的冷笑。可是他的笑容刚刚勾起，原本背对着陆英卓的楚风竟忽然转过身来向了陆英卓，并且楚风的目光非常的冷冽。在那一瞬间，陆英卓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开来，慌乱之下他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陆长老，你也算是识时务的人，要不你以后就跟我混吧，我可以给你一个好的差事，定然比诸天门的待遇要好。楚风说完此话又讽刺一笑，随后便拔空而起。羞辱！楚风的这番话自然是在羞辱陆英卓，可是陆英卓被楚风羞辱之后，不仅没有丝毫怒容，反而在楚风起身后便长舒了一口气。只在刚刚的一瞬间，他吓得冷汗连连。旁人可能无法理解他为何忽然给楚风下跪，但唯有他自己清楚，他乃是心中有鬼。心中有鬼之时，又看到楚风那样可怕的目光，他本以为自己心中的算盘败露了，但是后来发现楚风竟然只是想羞辱他之后，他才总算松了一口气。小子，让你狂妄，等下就有你哭的时候。陆英卓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再度勾勒起了那抹阴险的冷笑，随后他还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的身体，他张开了手掌，一股隐藏力量竟然覆盖他的身体。当然，这股隐藏的力量只有他能看得到，其他人根本就看不到。不过在他有意识的操控下，覆盖在手掌的隐藏力量开始消散。那隐藏力量消散之后，他真实的手掌浮现而出，他此时的手掌竟然已是焦黑，并且还有着紫色的雷霆奔腾。那紫色的雷霆就像是无数道紫色的针在他的掌心来回穿梭，但实际上不仅仅是他的手掌如此，其实他身上的大部分地方都遭受到了这样的侵蚀。之所以会变得这般，乃是刚刚他接触那紫色雷海所致。被侵蚀之后，他的身体其实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但是为了诱骗楚风上当，他不仅强忍伤痛，更是利用隐藏力量伪装自己，硬撑着装作自己没有什么事情的模样，目的就是想让楚风也去接触那雷海。只要楚风接触了那雷海，就会落得与他同样的地步，搞不好伤势会比他还要严重。毕竟楚风冲入雷海的速度比他还要快得多。当然，此时根本没人注意陆英卓，也看不出陆英卓此刻的嘴脸，更是不知道陆英卓心中的算盘。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他们都想要看看，当陆英卓都无法穿过那雷海的情况下，楚风能否成功穿越。当然，他们都是希望楚风失败的。终于，楚风来到了雷海之上，并且相比于立刻发出惨叫无法进入雷海的陆英卓，楚风他却是有了变化，他的身体有一部分进入了雷海之中。可是当楚风触碰到雷海之后，那紫色的雷霆便化作雷电绳索，将楚风捆绑在了雷海之上。紧接着雷光闪耀，轰鸣阵阵，无数道雷霆如同鞭子一般开始在楚风的身上抽打。这一刻，楚风也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他开始奋力的挣扎，可是却毫无用处，那雷霆就好像要将他吞噬一般，越是挣扎反而越陷越深，而他的惨叫也是越发的惨不忍睹。尽管见到楚风被雷霆吞噬，并且样子如此悲惨，
众人也都是大快人心，但同时他们却也有了一个疑问：为何他会这般？刚刚陆英卓虽然也被雷霆所伤，可他更像是撞到了墙壁，撞击一下之后便跌落而下。但楚风他相比于刚刚的陆英卓，可就要悲惨的多了。他竟然被雷霆吞噬了。被吞噬之后的楚风开始连续不断的遭受雷霆的摧残，而那摧残的力度也是随着楚风越陷越深而变得越来越凶猛。这样看来，楚风他很可能是要死在雷海里面。毕竟那紫色雷海是那般的恐怖，就连6大势力掌教这种级别的存在，只是看到那紫色雷海的威势，都会心生忌惮，自认为哪怕是他们也未必能够安然的穿过雷海。正因为二者有区别，人们才会不解，明明都是冲入雷海，为何二人的遭遇会如此不同呢？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陆英卓忽然仰天大笑，他彻底解开了身上的隐藏力量，原本的模样浮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此时的他浑身焦黑，衣衫破烂，看上去是如此的凄惨，但是他却好像忘记了身上的痛楚，笑得那般疯狂，甚至有些狰狞。而他的笑声也是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报应，这就是报应。你以为老夫刚刚干嘛对你卑躬屈膝？老夫为的就是让你落入这个下场。你以为你用卑劣手段混入了这结界世界之内，又得到了这铠甲，就能够穿过雷海拿到至宝？你以为老夫刚刚未能穿过那雷海，是因为老夫无法驾驭那铠甲？你现在应该知道你错了吧？就算你穿上那铠甲，你也依然无法穿过雷海，因为唯有真正的小辈才能够穿过那雷海，而你和我都无法穿过去。但你与我还不同，你遭受了更严厉的惩罚，这是报应啊！这是结界世界给予你的惩罚，这是石河给你的惩罚。陆英卓的声音响彻开来，他笑得非常的痛快，把先前楚风给他的憋闷全部都释放了出来。而听闻陆英卓的这番话后，众人也是恍然大悟，人们终于知道了真相。搞了半天，根本不是那铠甲有问题，原来是陆英卓与楚风自身不够资格，原来是那紫色雷海也有着特殊的阻挡之力，那就是将阻挡所有不是100岁以内小辈的存在。这就是为何陆英卓与楚风都被阻挡的原因。好，真是好啊，活该，他可真是活该，他这是罪有应得，老天开眼了，这可真是老天开眼了呀！此时，无论是结界世界内的诸天门众弟子，还是结界世界之外天际之上的浩瀚人海，都是发出了这种畅快淋漓的叫好声，他们都恨不得楚风死。而想到楚风竟然是以这种方式被困的，他们就更加高兴了。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那结界世界给予楚风的惩罚，而这种惩罚也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可是忽然间，结界世界内的陆英卓等人愣住了，因为他们听到一道冷笑传来，而那冷笑传来的方向竟然是楚风。定目观看，他们顿时心中一紧，尤其是陆英卓，更是吓得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他惊愕地发现，原本困入雷海之中的楚风，此时依旧在雷海之内。可是此时的楚风已经没有了一丝痛苦的神情，他非常的平静，站在雷海之中，任凭万千雷霆在其周身奔腾肆虐，可他却不受一丝影响，就仿佛他已经与那雷霆融为一体。而楚风的嘴角还挂着一抹冷笑，那抹冷笑是让人极度不安。而最令陆英卓不安的，乃是楚风的目光，因为楚风的目光正在凝视着陆英卓。怎么回事？那个家伙他怎么好像不再痛苦了？而楚风的转变也是立刻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此时结界世界外的众人也是注意到了楚风的变化，先前还哈哈大笑幸灾乐祸的他们，脸色忽然变得凝重起来，因为眼下楚风的状态与先前简直就判若两人，这样的巨大变化也让他们感到不安。你为何没事了？望着天际之上的楚风，宋英卓吓得连说话都在颤抖。你以为你的那点小伎俩我看不穿？不妨告诉你，就连刚刚我背对着你时，你嘴角的那抹冷笑，我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楚风说道。你看到了？此时陆英卓的脸都吓绿了。其实早在一开始我就知道，这雷海内有特殊的阻隔力量，那就是除了小辈之外是没有办法穿过这雷海的，并且这个力量非常强横，能识破所有虚假。莫说你是借用石河的力量混入此处，就算是再厉害的至宝，在这雷海之内也是没用。想要穿过这雷海，就必须是真正的小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楚风高声说道。可是听闻楚风这番话后，人们却难以平静了。如果说楚风这番话是真的，那么他此刻能够如此随意地站在雷海之中，岂不是就是在向世人说明一件事？他根本就不是依靠至宝混入结界世界之内的，而是他本身就是一名小辈。但他拥有8品尊者的修为也就算了，他可还是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啊！甚至他连远古困兽符那等宝物都能毁掉，就连陆英卓这种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在他的面前也毫无招架之力。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小辈的话，那也太过令人震惊了。一个小辈击败了诸天门的太上长老，这将是何等的天赋！本不想伤你，但是你如此阴险，就必须要给你一些教训了。忽然之间，楚风动了，他抬起手来，对着陆英卓一指，雷霆炸响，竟然有一道紫色雷霆从那雷海之中劈落而下，毫无意外的落在了陆英卓的身上。那紫色雷霆击中陆英卓之后，陆英卓躺在了地上，发出痛苦的哀嚎。不仅仅是痛苦，他的哀嚎之中更是散发着绝望，因为那道雷霆洞穿了他的丹田，陆英卓的修为被废了，并且这一次与先前对待9星天山弟子完全不同。楚风他废除9星天山弟子修为的时候，只是想吓唬他一下，尽管同样是洞穿丹田，但其实那名弟子的伤势并不严重，不仅能够治愈，就连修为也可以恢复，甚至不影响日后前程。可是这陆英卓的则是不然，他的修为被废得彻彻底底。楚风这一击毫不留情，
就算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而陆英卓也意识到自己伤情的严重性，所以他痛苦哀嚎的同时，他也是开始使用诸多仙丹妙药为自己疗伤，尽可能的想要减少修为的流逝。与此同时，更是对诸天门弟子大喊起来，示意让那些弟子赶紧带他离开此处，离开这结界世界。他是想要离开此处，去找外面找人帮忙医治他的伤情。只是可惜的是，楚风这一击太狠了，就算他现在出去，就算风游大师愿意帮忙，也是无法改变他的伤情。而通过陆英卓的反应，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出来，楚风这一击的狠辣，但他们却并没有太过关心陆英卓。毕竟陆英卓本就是戴罪之身，就算他死了，6大势力之中，除了诸天门的人外，也没人会有一丝心疼。但是人们却惊叹于楚风，他们惊叹的是，为何楚风他竟然能够操控紫色雷霆？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间，楚风再度向天际深处飞掠而去。那雷海内的雷霆非常的密集，雷海的厚度也非同小可。可楚风一路飞掠而去，却是畅通无阻，不费吹飞之力，并且最终他穿过了那雷海，抵达了天际深处。难道说他真的是一名小辈吗？此时有人让出了惊呼，而发出惊呼的人竟然是那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风游大师。风游大师此刻一张老脸变得极为复杂，尤其他的双眼之中奔腾着极为浓郁的震惊之色。一个界灵之术的水平远在他之上的人，如果是一个小辈的话，那这件事情将有着怎样的意义，他是能够想象的。妖孽，在他看来，今日的他很可能见识到了一位妖孽的诞生。风游大师，难道说他真的是小辈吗？此时其实其他人也都很好奇这件事情，毕竟若是这件事情确定了的话，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可是大家无法确定啊，便只能将向风游大师求教。不管怎么说，风游大师他可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他的观察力绝对比常人要厉害得多。无法确定，老夫也是无法确定。但倘若他真的是小辈，那么恭喜诸位，今日怕是见证了一位绝顶天才的诞生。风游大师说话的时候语气都变了，他变得非常的激动，比先前还要激动得多。绝顶天才。而听闻风游大师的话后，众人内心更加震荡。其实不用风游大师说，他们也知道，假如楚风真的是小辈，这将代表着什么。可是当风游大师口中说出这件事后，仍然对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绝顶天才，依我看是一个大恶人。九星天山掌教恶狠狠地说道：“大人，老夫无意得罪，只是以此子之天赋，日后很有可能会改变圣光天河之格局。难道你们真的要将他扼杀于此吗？”风游大师问道。风游大师，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想说此子重创我派弟子，且抢夺了我6大势力至宝，我们还要大发慈悲，放他一马，就将那至宝赠与他吗？此时就连诸天门掌教的目光也是变得冰冷起来。此时他心中极为不悦，可是在这个时候，风游大师却还说这种话，他自然难以忍受。老夫并无恶意，只是此子虽有错在先，但却也并非无法无天之辈，至少他没有滥杀无辜，因此可以看出他并非大恶之人，至少还可以更改。所以老夫之意，给予他一些惩罚即可，没必要赶尽杀绝。风游大师说道。放屁，他重创了我宗太上长老，难道你看不到吗？猛然间一声怒喝在天际炸响，那是诸天门的太上长老拓跋承安。风游大师，你这样帮着此子求情，该不会你也是他的同伙吧？哼，我早就发现了，他一开始就向着那个家伙说话，他们一定是同伙，把他也抓起来。与此同时，6大势力的其他掌教以及长老们也都是向风游大师投去了不悦的目光，那个样子恨不得要将风游大师也生吞活扒了一般，甚至更是有许多高手起身将风游大师包围了起来，仿佛只要有人一声令下，他们就会立刻对风游大师动手。风游大师，你走吧，此子罪孽滔天，我们不可能放过他，这件事情你还是不要插手了。忽然一道相对柔和的声音响起了，乃是苗氏天族的族长。苗氏天族族长与风游大师是有些交情的，所以相比于其他人，他对风游大师则是客气了不少，并且众人也是给予苗氏天族族长面子。当他开口后，那原本包围住了风游大师的高手们也是纷纷散去，只是那一道道不悦甚至愤怒的目光依旧凝视着风游大师。诸位，你们……风游大师本来还想继续劝解一下，可是感受了一下那来自四面八方不悦的目光后，他还是将后面的话吞咽了下去。他也是明白事理的人，他也清楚在这种时候替那楚风求情当真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只是他乃是一个爱才之人，如此优秀的天才，他真的不希望就葬身在这里，所以他才会开口求情。但是求情无果之后，他也觉得继续坚持没有意义。快看，那兵器好像动了。可忽然之间又有一声惊呼响起，下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再度投向了结界世界之内，就连风游大师也不例外。5件兵器的却动了，他们这一动，虚空为之震荡，就连雷海都变得格外凶猛。只用看的人们也能感受到那5件兵器具备着怎样的威势。只是5件兵器似乎有些不善，对谁不善？自然是楚风。果然5件兵器同时动了，5件庞然大物划破虚空，携带强劲的威压，同时本楚风飞掠而去，那威势有多强，就连恐怖雷海都在颤抖。果然想要拿到这至宝不是这么容易的，死定了，这个家伙死定了。那5件神兵的攻势他不可能挡得住，报应他最终还是遭到了报应。眼见着5大兵器竟真的向楚风发动了攻势，6大势力的许多人再度陷入狂欢之中。那攻势如此凶猛，是楚风根本无法抵挡的。可是就在那5件兵器发动攻势的同时，楚风则是大袖一挥，随后竟有无数道光芒体自其袖口飘散而出，那光芒体5颜6色，
非常的绚丽。最重要的是，当那光芒体挥洒而出之后，竟然直奔五件兵器飞掠而去。只是五件兵器气势滔天，而那光芒体就如同一片萤火，看上去没有任何攻击力可言。这等场面简直就像是一群萤火，要与滔天猛兽进行对决，那将是何结果？人们简直都不用看也能够猜到，这家伙在做什么啊？那不是他先前捕捉到的光芒体吗？他是疯了吗？竟用这光芒体对抗五件神兵，这难道不是挑衅吗？竟然挑衅神兵，他果然是疯了。此时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楚风的这个行为，所以都认定楚风是在找死。可是最为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当那些光芒体与那五件兵器碰撞之后，那五件兵器下落的速度不仅开始减缓，最终竟然停在了半空之上，就连那气势滔天的恐怖威势也随之消散。紧接着，人们能够看到那些光芒体已经融入了五件兵器之上，并且很快五件巨大的兵器再度移动。只不过这一次的他们不是向楚风发动攻势，而是缓和的来到了楚风的面前，并且他们形态竟然开始变化，五件兵器合并到了一起，他们竟然在相互交融。怎么回事？为何会忽然这个样子了？众人感到难以置信，皆是满面惊容。快看，是那个家伙，好像是那个家伙在操控五件神兵。忽然有人指向了楚风，而这一看不要紧，人们惊愕地发现楚风的双手的确在挥动着，竟然真的是他在指挥五件兵器。可是偏偏他的指挥还发挥了作用，只是楚风他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人们真的是无法理解，也实在想不通。如果说楚风穿上那铠甲就能够指挥兵刃的话，那兵刃刚开始也就不会发出那样的威势，向楚风发动进攻啊！原来如此，终于知道为何一开始大家都去紫色光柱那里一探究竟，唯有他去捕捉光芒体了。原来这光芒体拥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而他从一开始就看穿了这一切。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风游大师再度开口了：呀，真的是那些光芒体发挥了作用。这个家伙是怎么看出那光芒体具有如此作用的？难道说这就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本事吗？听得风游大师的一番话后，人们也终于是恍然大悟。他们自然认得那些光芒体，也知道楚风是如何得到的那些光芒体，只是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没有觉得那光芒体会具有怎样的力量。哪怕现在那些光芒体已经与五大兵器相融，他们也依旧没有觉得那光芒体有何厉害之处。所以从一开始，哪怕是刚刚，他们都没有觉得那五大兵器的变化会是受那光芒体的影响。但是在风游大师开口之后，他们再想一想先前所发生的事情，好像左右战局的真的就是那些光芒体。这个家伙他到底是什么人？此时朱天门掌教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风轻云淡，他脸色变得狰狞扭曲，眼中更是充满了不安。事到如今，他几乎已经确定，在结界世界内呼风唤雨的家伙一定不是密动群圣的一员，而是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毕竟之前也传闻那个叫做修罗的家伙乃是一名小辈，当然他之前也并不相信修罗是小辈，他无法相信一个小辈会具有那么大的本事，连他们精心准备的去破解斩妖大地幕的大军都被一个小辈击败。可是事到如今，他却不得不相信了。当楚风穿过只有小辈才能穿过的雷海之时，他不得不相信这个叫做修罗的家伙可能真的只是一名小辈。只是当他确定这一点之后，他又发现原来这个修罗从一开始就洞穿了一切，他的内心却变得忌惮、不安，甚至是恐惧。斩妖大地幕，他们朱天门准备多年，甚至可以说除了他们朱天门之外，没有人可以对那座斩妖大地幕更为了解。可是偏偏当初的修罗就是依仗斩妖大地幕的力量将他们朱天门的大军击败的。而再说那个石盒，也是他们六大势力在一座极为强横的远古遗迹内所发现的。他们六大势力应该是当今这个时代第一个发现那个石盒的人，而他们朱天门更是对石盒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探索，并且他们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按理来说，他们朱天门乃是对于石盒最了解的人，可是现在偏偏这个修罗对于那石盒的了解又超过了他们。先是斩妖大地幕，后是这个远古石盒，这个叫做修罗的家伙对这两个地方的了解都超过了他们。他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巧合，而是他真的具备着特殊的本事。可这样的本事让他感到害怕，不仅仅是他，楚风这种战景仙机的洞察本领足以让任何对手都感到害怕和畏惧。该死的，他好像是要成功了。在楚风的操纵之下，一阵阵不安的声音响彻天地。原来那五件巨大的兵器已经彻底融合，他们从五个个体融合成为一体，化作了一把兵刃。这件兵刃毋庸置疑比之前的每一件兵刃体积都要大了许多，但不仅仅是体积的变化，而是它给人的感觉是那般的神圣。它似乎已经不像是一件兵器，更像是一个神灵，让人只是看着它就心生敬畏，不敢亵渎。哪怕结界世界之外的人只能通过镜像看到它，也是心生敬畏。可是它明明只是兵器，而并非是神灵啊！天地之间开始传来刺耳的轰鸣，那轰鸣声非常的刺耳，就像是亿万件兵刃在相互交织所发出的战斗之音一般。但无论是结界世界之内还是结界世界之外，根本都没有人去关心那所谓的轰鸣，他们的目光都凝视在那神圣的兵刃之上，因为那神圣的兵刃正在开启，在它的中心区域出现了一个缺口，那缺口更像是一道门。而楚风也不客气，他直接拔空而起，进入了那缺口之中。就这样，楚风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内。该死，该死！猛然间，愤怒的咆哮在结界世界之外炸响，是九星天山掌教，他脸色发紫，气得咬牙切齿，甚至连双眼都变得通红。他真的快要气死了。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至于他为何如此愤怒，自然是因为楚风进入了那神圣的兵器之内。当楚风进入那兵器之后，虚空之上的镜像便再也看不到楚风的身影。此时
楚风深处何的。此时楚风在做何事，他们全部都看不到了，但是他们却能够想象得到，他能够猜想得到，楚风已经进入了一个无尽的宝库之中。那宝库之内神兵无数，秘籍无数，蕴藏着无尽的财富。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件神通广大的神秘至宝也在其中。可是原本那些东西都是应该属于他们的，可是现在却属于了一个外人，这叫他怎能不怒？虽然失态的只有九星天山掌教一个人，但是其他5大势力的掌教以及长老们，甚至弟子，内心也都非常的难受。不过他们并不知道的是，楚风虽然进入了那座大门之中，可是并没有进入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满是宝物的空间之中，甚至楚风所进入之地与那神圣兵器可以说是完全不符。外面的兵器神圣无比，仿佛他本身就是一个神灵。结界世界外的人只能看看威势，但楚风就在近前，那等冲击力当真是冲击心灵，震撼着灵魂的。楚风之前也以为进入其中，就算没有奇特之地，也会是恢宏的大殿，可是偏偏楚风此时进入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小，并且房间之中尽是粉色的布置，粉色的帘子，粉色的床，粉色的桌椅，粉色的墙，就连每一件装饰，每一件物品也全部都是粉色。这里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气，无论怎么看，这里好像都是一名女子的闺房。楚风吓得赶忙回头观望，这才发现那个入口还在，若有不妥，他可以随时离开。这是什么情况？楚风再度打量起这个房间，发现这个房间之内皆是女子所用的物品，但每一件物品都是很平平无奇的，没有一件像是宝物的。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可能空手而归吧，所以楚风还是硬着头皮打量了起来。用天眼看不出特殊之处后，楚风就干脆走上前去，将那些物品拿起来，认真掂量着。公子，你乱碰人家的东西可不太好哦。可忽然之间，楚风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道温柔的声音，回头张望，竟然有一道倩影躺在那张床上。这名女子看上去很是年轻，但是她却长得非常的妖艳。别的女子就算是长得再妩媚，也只是看上去像个狐狸精，可是这名女子则是不然，她就是一只狐狸精。她身穿一袭粉色长裙，留着一头黑色长发，但是在她的耳朵却是狐狸的耳朵，那毛茸茸的耳朵也是粉色的，并且从那长裙之中，一条毛茸茸的尾巴，明显就是狐狸的尾巴，尾巴同样是粉色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楚风进入这个房间后，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张床。楚风非常确定，刚刚那张床上可是什么都没有的，但现在却出现了一名女子。不，这不是女子，而是一只狐狸精。于是当楚风看到这只狐狸精的第一眼，楚风就心中一紧，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貌是指狐狸精，而是楚风在她的身上感受到了远古的气息。都说狐狸精年龄越大越老了，更何况此时出现在楚风面前的乃是一只远古时期的狐狸精。公子能够看穿一切，破开阵法，以小辈身姿踏入此处，你已经得到主人的认可了。从今日起，阿里我就属于主人您了。说话间，那纸狐狸精从床上落下，裙摆飘动，她光着脚丫，迈着修长的美腿，一步一步走到了楚风近前。姑娘，你这是何意？该不会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进入此处，而这所谓的神秘至宝就是姑娘你吧？楚风凝声问道。只是楚风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敢看那狐狸的眼睛，甚至从始至终楚风都没敢认真打量这名女子。谁都知道狐狸精的眼睛能勾人，更何况是这种环境之下。楚风觉得这只狐狸精很可能是个考验，真正的至宝不可能是这只狐狸精。公子所言正是，阿离便是公子想要的宝物。对于这件宝贝，公子可还满意？那狐狸精走到楚风身前，竟主动伸出了手，想抚摸楚风的脸颊。见状，楚风则是赶忙闪躲开来。姑娘请自重。哎呦，公子您这样就有些虚伪了吧？那狐狸精笑着说道，语气并非讽刺，而是有些调皮，甚至有些可爱。不得不说，狐狸精就是狐狸精，哪怕她调侃人，也会让人觉得她可爱。姑娘这是何意？而对于狐狸精的话，楚风则是有些不懂。公子就别装了，其实阿离早就看出来了，公子已并非处子之身，又何必在阿离面前装正经呢？那狐狸精说道。靠，这你都看得出来？听闻此话，楚风眉头紧皱，但是他并没有承认，而是一脸正经地对其说道，姑娘，话可不要乱讲，你怎就知道我不是处子之身？况且就算我不是处子之身，与姑娘也没有干系。可是楚风此话说完，那狐狸精忽然不动了。楚风没有看他，所以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是没过多久，楚风听到了抽泣的声音，那个先前还一脸笑容的狐狸精，此刻竟然哭了起来。楚风定目观望，发现这狐狸精哭起来的时候，看上去还真的是楚楚可怜。别看她面容妩媚，但却也长得干净，那种妩媚之中又带有清纯无邪之感。这样的她哭了起来，还真是让人心生怜悯。你哭什么？楚风问道。公子如此嫌弃阿离，定然是因为阿离长得丑了。难道说当今这个时代的修武者真的美女如云，连阿离这种长相的姑娘都无法入公子的法眼了吗？在我们那个年代，阿离可是无数人心中的圣女呢。那狐狸精越哭越伤心，明知道她是在装腔作势，可是偏偏却让楚风越发不忍。可能这就是狐狸精的厉害之处，举手投足都能影响人的情绪。姑娘想多了，姑娘之美貌当世少有，只是并不怪你，是我的错，我对女人没有兴趣。楚风说道。什么？难道说公子你喜欢男人？可是公子你明明已不是处子之身啊，难道说公子你与男？话到这里，那狐狸精的小脸也变了，一双美眸瞪得溜圆，眼中满是金色，她好像是被楚风惊吓到了。而见狐狸精如此，楚风也是顺势点了点头。太可惜了，公子如此优秀，却不过人各有所志，若是如此，
那阿离也不会勉强。只是公子，既然你不想收留阿离，那能否放阿离离开，让阿离去找能够继续收养阿离的主人？那狐狸精对楚风说道：当然可以，只是不知我要怎样才能放姑娘离开。楚风问道：其实很简单，只要公子将这锁链解开就可以了。狐狸精说话之间，从衣衫内取出了一条吊坠，那吊坠始终戴在狐狸精的脖颈之上，只是吊坠却藏于衣服之中，楚风未能看到吊坠本来面目。当狐狸精将那吊坠取出之后，楚风才发现那吊坠竟是一把锁，而锁上有一个印记，那个印记的图案与外面那个完整体的神圣兵刃一模一样。我要如何解开？楚风问道。公子如此聪慧，定然难不倒公子的，拜托公子了。狐狸精用那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看着楚风，看着这样的狐狸精，楚风实在是不忍拒绝。我试试吧。楚风开始盘膝而坐，随后释放出精神力，从内至外仔细观察那完整的神圣兵器。随后楚风双掌合并，这个房间竟然开始剧烈颤动起来。可实际上外面的动静可比房间之内要恐怖得多，因为外面早已是天地震荡，虚空崩塌，尤其是那件神圣的兵器更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正在碎裂瓦解。怎么回事？那兵刃为何在颤动？不对，开始碎裂了。你们看，那兵刃开始碎裂了，为何会有如此变故？难道说他已经成功拿到了里面的至宝不成？当楚风进行这件事的时候，外面的人再度陷入了慌乱。那5件兵器分开的时候都那般利奥的，合为一体之后更是神圣无比，坚不可摧，甚至仿佛拥有逆天之威能。可是现在就是众人眼中如此强横的兵刃竟然开始崩碎瓦解，看着一道道巨大的碎片从空中跌落，随后又化作气焰消失于半空之中。而那神圣兵刃神圣的气息也开始急速减退，6大势力之人的内心都在滴血，他们都觉得楚风定然是成功拿到了那传说中的神秘至宝，否则这神圣兵刃不会如此。但哪怕如此，人们的目光还是紧紧地凝视着那神圣的兵刃，哪怕已经知道楚风多半是成功拿到了神秘至宝，可是他们还是想要知道楚风到底拿到了什么。只是当那神圣兵刃不断碎裂，直至彻底碎裂之后，人们竟然都没有看到楚风，楚风他就好像消失了一般。此时在神圣兵器先前摆放的地方，在楚风先前进入的地方，只有浩瀚虚空，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楚风他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人呢？难道说逃了不成？可恶！见此一幕，6大势力的众人则是更加愤怒了。虽说他们无法阻止楚风去拿到那神秘至宝，可是至少他们还可以守在此处，可以等楚风出来的时候把楚风得到的神秘至宝给抢回来。但是现在他们竟然都看不到楚风了，倘若楚风真的已经离开了，那岂不是说他们连抢夺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叫他们怎能甘心？可是实际上楚风还在先前的位置，楚风还在那个房间之内，楚风回过头去还能够看到那出口，只是结界世界之外的人却看不到楚风而已。此时楚风的周身萦绕着神圣的光芒体，那光芒体围绕着楚风盘旋，最终又缓缓落入楚风的掌心。楚风将手掌缓缓张开，一道光芒体便出现在了楚风掌心之上，那光芒体的形态与神圣兵器一模一样，最重要的是这个大小则与那狐狸精身上的锁上的印记极度吻合。搞了半天，这才是那神圣兵器的本来面目。楚风一开始就猜对了，那兵刃虽然神圣，但并非是至宝，他们神圣只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力量太过强大，所以才会神圣，但他们的确不是至宝，因为他们只是钥匙。本来楚风觉得如此厉害的钥匙要开启的门也定然非同一般，而那门后的世界就更加非同小可。只是楚风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厉害的钥匙所将开启的竟然只是一把锁，而这把锁锁住的则是一只极为貌美的狐狸精。多谢公子，虽然公子不愿做阿离的主人，但公子的大恩大德阿离毕生难忘。公子从今日起您就是阿离的救命恩人。看到楚风手中那把神圣钥匙，那狐狸精高兴极了，蹦蹦跳跳的就来到楚风身前，想要将那神圣钥匙拿过去。可是他的手掌还没有触碰到那钥匙，楚风却是手掌合并，将那钥匙给藏了起来。姑娘，你真当我傻呀？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公子，您这是何意？阿离不懂。对于楚风这个举动，那阿离则是一脸无辜地看着楚风，不懂。楚风冷然一笑，一边走动一边摆弄起手中的那把神圣钥匙，而那阿离的目光则是一直跟随着那不断从楚风手中抛出又落入楚风手中的神圣钥匙。看得出来，他非常渴望得到那把钥匙，那蠢蠢欲动的模样，恨不得从楚风手中抢过来。但是他并没有抢，而是一副很眼馋的模样，盯着那钥匙。这个模样又有点好笑，又有点可怜，让人怜悯。公子，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公子不愿意放阿离离开，阿离可以跟随公子，可以认公子做阿离的主人。那阿离继续说道。我不用你跟随我。楚风说道。那公子能否放我离开？阿离问道。放你离开？当然可以，只要将此处的宝物拿出来，我立刻就可以放走你。楚风忽然止步，凝视着那阿离。宝物？公子，我就是此处的宝物啊。那阿离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便走了。姑娘反正也待在此处这么多年了，应该也不介意继续待下去。楚风说话间便转过身向外走去。公子，请等一下。见状，那阿离慌了，赶忙伸出手来抓住了楚风的衣衫。而当楚风回过头的时候，那阿离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面前。阿离错了，阿离不该欺瞒公子，只是此处的宝物从我苏醒之时就伴随着我，我已经不记得我在这里待了多久，只是这么久的时间没有一个人陪着我，只有他们陪着我。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具有灵性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而我岂能将自己的朋友送人？那阿离一脸痛苦地说道。且说话之时，
竟然吧嗒吧嗒的掉下了泪珠，那个委屈的小模样，真是让人心疼。你一个人在此处多年，没有人陪你，你将此处的宝物视作是你的朋友，我能够理解。重点是，他们本来就不属于你，这些宝物现在应该属于我。无论你有什么理由，你都不该占为己有，你应该将他们交给我，这是此处的主人交给你的任务。楚风说道。是，公子说的对。阿离愚钝，之前没有想通，但现在听闻公子这番话后，阿离终于醒悟了。公子，我将这些全部交给您。阿离说话间，便将手伸入自己的怀中，随后从怀中依次取出了几十件物品出来。这看得楚风目瞪口呆。若是这几十件物品都是体积较小的东西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这些之中竟然还有高达10几米的巨鼎。转眼之间，这屋子摆满了物品，可以想象，这阿离的裙摆之内应该是有如同乾坤袋一样的宝物的，不然怎么可能藏得下这么多宝物？而这其中有扇子，有葫芦，有碗，也有铜钱编制而成的剑，但没有一件是兵刃，它们全部都是具有特殊力量的宝物，每一件都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大部分都散发着远古时期的气息。远古时期的宝物大多破烂不堪，可是这些却是如同新的一般，看得出来它们被保存得非常的好，但同时也有些诡异。这纸狐狸精的身上散发着远古气息，说明它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妖物，不是远古时期的后人，而是它本身就在远古时期生活过。按理来说，这食盒也应该传自远古时期，可是偏偏这狐狸精所拿出的宝物，虽然个个价值连城，但并非全部都是散发着远古气息，其中一些竟然不具备远古气息。这说明有些宝物并非传自远古时期，但明明这应该都是传承自远古时期的宝物啊！这让楚风一时之间有些想不通，甚至觉得有些诡异。公子，您可要善待我的这些朋友。阿离说道。姑娘，还有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你还没拿出来呢，只要将它拿出来，我就可以放你离开了。楚风说道。没有了，公子，我真的全部都拿出来了，若是不信，你可以搜。阿离一脸真的说道。你这就难为我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我怎能对姑娘动手？楚风摇了摇头。那公子可以不必动手，公子可以自己看。那阿离说话间，竟然将他身上的裙摆脱了下来，而楚风此时倒也没有避讳，就那样盯着。楚风之所以断定阿离身上都有宝物，就是楚风的天眼发挥了作用。虽然楚风看不穿阿离的裙摆，但是阿离身上有隐藏的气息，那是宝物的气息。但眼下阿离真的将裙摆脱掉，一丝不挂的站在了楚风身前。楚风惊叹，阿离原来不仅脸蛋长得好看，原来她的曲线也是如此的美。可是楚风同时却有些不解，明明阿离衣衫已经脱掉，他的身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但偏偏在楚风的天眼之下，阿离的身上还有那宝物的气息，莫非是藏在了体内？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楚风便用天眼观察，想以天眼之力穿透阿离的皮肤，看到他的内脏。可是偏偏这阿离的皮肤，楚风的天眼竟然无法洞穿。要知道，楚风就算不用天眼，只是寻常的目光都可以洞穿寻常的物体，而天眼的洞穿之力更是非常利奥的，哪怕一些宝物都无法阻挡楚风的天眼。可偏偏楚风却无法看穿阿离的身体，这让楚风知道，阿离不仅刚刚脱下的裙摆不简单，这只狐狸精她自身也很不简单。公子，你还要看多久啊？你不是不喜欢女人吗？既然不喜欢女人，为何你的身体会……就在楚风认真观察之际，阿离的声音响起了。听得此话，楚风赶忙轻咳几声，并且立刻转过头去，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楚风知道阿离在说什么，毕竟自己是男人，是一个正常的男人，而阿离又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子，所以楚风有反应很正常。只是没有想到，居然被阿离发现了。这狐狸精就是不一样，这都能被他发现。姑娘，你将衣衫穿好吧。楚风说道。而楚风此话说出后，那阿离倒也是立刻将衣衫穿好。公子，你现在相信阿离了吗？那阿离红着小脸看着楚风。姑娘，既然你也是聪明人，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你体内还有宝物，我已经开出来了，你还是直接拿出来吧。楚风说道。体内？阿离体内没有宝物啊？阿离一脸无辜的看着楚风，看来姑娘还是决定留在此处。既然如此，那你就留在此处吧。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将那些刚刚阿离取出的至宝全部收了起来，随后才将便向外走去。楚风就算要走，也不能空手而归。虽然那些至宝比不上阿离体内藏着的那一件，但也非寻常之物。假如那狐狸死活不肯将体内的宝物拿出来，楚风也只能如此了。公子，你不能这样，此处的宝物都给你了呀。见状，那阿离再度抓住了楚风的衣衫。姑娘，你以为我能进入此处凭借的是什么？我凭借的就是这双眼睛。你身上还有宝物，并且是最为重要的宝物，我看得清清楚楚。我若没有猜错，那个宝物绝非你刚刚给我的那些可比。当然，你若不愿意拿出来，我不会勉强，但是我也不会帮助姑娘解开那锁。楚风说话间，便强行甩开了阿离的手掌。公子，你真的想要那个东西？此时，阿离的脸色忽然变了，他没有了先前的无辜，也没有了先前的委屈，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如果说先前的他像是一个听话的婢女，那么此时的他则像是一位俯视天下的女王，那等气场，就连楚风也是心惊。至少这狐狸精的气场远比外面那6大势力的掌教要强得多，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你。可楚风并没有怕，反而是淡淡的笑了。虽然这狐狸精有了如此大的变化，但楚风却一点也没有慌张，毕竟楚风从一开始就知道那狐狸精刚刚的模样乃是装的。那阿离也是笑了，随后他的目光开始变化，他似是做了什么决定，紧接着他嘴巴张开，自其口中竟飘出一颗彩色的珠子，那珠子非常之美，五彩斑斓。可楚风一眼就看出，珠子之内乃是一个世界，世界之内的五彩斑斓，竟是可怕的力量在肆虐，无数种力量
每一个都非常的恐怖。那是一个狂暴的世界，那世界之内没有生灵，只有猛兽。不，那不是猛兽，那是不具备灵智的力量。他们有的只有缠斗，只有攻击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可是偏偏当那只狐狸精将那颗珠子吐出来之后，楚风发现那纸狐狸精的身上已经没有了至宝的气息。那强烈的至宝气息如今落在了那只狐狸精的手上，因为那颗珠子落在了那只狐狸精的手上，这让楚风知道那神秘的至宝终于出现了。它便是此时狐狸精手中的那颗危险的珠子。公子所指的宝物是这个吗？这是一个蛮荒世界，但它不是至宝，这是一个可怕的杀人之地。狐狸紧握着手中的珠子，看着楚风说道：“你不要管，只要交给我就可以了。”楚风说话间便探出手去，想将那颗珠子拿过来，可是那狐狸精手腕一转，竟轻易地躲过了楚风的手。见此情形，楚风顿时心中一紧。本来楚风觉得那狐狸精根本不具备修为，所以他才不敢强行抢夺楚风手中的神圣钥匙，所以他才苦苦哀求。但现在楚风发现他错了，只凭借刚刚那狐狸精的闪躲，楚风就知道他是具备修为的，并且修为在自己之上。哪怕楚风运用龙纹级圣袍以及九龙圣袍的力量，将战力提升到2品至尊，也未必是这狐狸精的对手。可是他明明具有如此实力，为何不直接从楚风手中抢夺神圣钥匙呢？这只狐狸精明明不像是一个善类，他如此狡猾，甚至楚风能够想象他也是一个凶狠之辈。既然实力在楚风之上，他的个性应该没必要与楚风费尽口舌才对。似乎唯一的解释就是束缚了。尽管狐狸精具备着强过楚风的力量，可是他应该是有所束缚，至少在这里他应该是不能伤害楚风的，甚至不能对楚风动手，因为楚风是通过考验的人，而这只狐狸精则是守护此处的人，于是他不可以伤害楚风，这应该是唯一的解释了。公子，按照主人的嘱托，你不能将这个拿走。当然，主人说了，你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但是我奉劝你，还是不要这样做了。其实你不是第一个打开这封印的后辈，但你知道为何我还存在？这个封印世界还存在吗？狐狸精问道。他所说的封印世界，应该就是这个结界世界，也就是那通过特殊钥匙才能开启的十合世界。姑娘，请讲。楚风说道。因为那些人不听我的劝，都选择进入这颗珠子，可他们进去后却再也没有出来，于是这封印世界就重启了，等待新的挑战者的到来。但假如公子你不进入这个世界，你也是可以拿走此处的宝物的，你也是可以帮我解开这锁，也是可以解开这封印世界的。那狐狸精说道。我似乎明白了，你刚刚给我的那些宝物之中，有些并没有散发远古气息，看来那是之前进入此处之人留下的。楚风问道。公子果然聪慧，的确如此。狐狸精说道。可既然那些人丧命于那珠子之内，姑娘又是如何能拿到宝物的呢？楚风问道。珠子会将一部分宝物吐出来，当然只有一部分，吐出来什么算什么，我没有办法操控。不过当有宝物吐出来之后，也就证明进入其中的人已经死了。狐狸精说道。所以我只有2个选择，要么现在离开，要么继续挑战。楚风问道。我劝公子不要冒险，你天赋过人，本有大好前程，何必要挑战他呢？你甚至连这里面有什么都不知道，根本没必要冒此风险。狐狸精说道。其实此时楚风也觉得狐狸精说的话是有些道理的，那珠子内的世界的确非常可怕，并且也如狐狸精所说，楚风至今为止也不知道那珠子之内到底有着怎样的宝物，只知那宝物不简单，可那宝物到底对自己有没有用，楚风也不知晓。姑娘能否诚实相待？忽然楚风问道。我待公子已经很诚实了。那狐狸精忽然转变成了阿离的形态，说话再度变得温柔，也没有了先前那强大的气场。你还不如像刚才一样呢，你这个样子我反而觉得你是在骗我。楚风说道。不会的，公子想问什么不如直说，阿离定会如实相告。那狐狸精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就问了，我想知道此处真正的主人是谁，而你与此处真正的主人到底是有何关系？楚风问道。我不记得了。阿离说道。不记得了？楚风感到惊讶。真的不骗公子，我真的不记得了，我只知道是主人叫我留在此处，也是主人将我锁在此处，我也不知道他为何将我锁在此处，我甚至连主人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只知道进入此处的人可以让我脱离此地，只知道进入此处的人应该挑战这颗珠子，这应该是我的使命吧，但具体有何意义，阿离则是全然不知。说这话的时候，狐狸精看向手中那颗珠子，并且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竟然涌现出了迷茫。除此之外，我的记忆非常的零碎，偶尔能想起一些，但很快又全部忘记了。狐狸精话到此处，脸上一紧，不仅是迷茫，竟然还有痛苦。而看着这样的狐狸精，楚风则是觉得他刚刚的这些话乃是真的。狐狸精并没有骗他，因为楚风已经接触过远古时期的人物了，可是他们似乎有着相同的经历，对于远古时期的记忆他们都没有了，他们都不知道远古时期究竟发生过什么。姑娘，你还是骗了我。忽然楚风一脸凝重地说道。公子，我真的没有骗你。狐狸精一脸委屈地看着楚风，这一次的委屈可不像是装的，他是真的有些委屈，这也证明他刚刚所说的话是真的，不是你刚刚的话骗了我，而是你其他事情骗了我。远古时期的记忆你不记得，我是相信的，但远古之后的记忆你总还记得吧？楚风说道。我不明白公子在说什么。狐狸精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楚风，既然有这么多人进入过此处，我就不相信那些人全部都没有被你迷惑，我就不相信他们全部都没有拿到过这把钥匙，并且都没有帮你开启过你身上的锁。楚风拿着手中的神圣钥匙，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狐狸精脖子上的吊坠。公子这是何意？阿离不明白。狐狸精问道。姑娘，是不是已经有人尝试着用这把钥匙帮你解开过那锁，可是结果
他们都死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狐狸精又笑了，他笑得非常的诡异，但又有些坦诚，像是在承认什么事情。公子，你可真是不简单啊，居然连这种事情你都能猜得到。公子说对了，并非所有进入此处的人都是丧命于这颗珠子之中，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帮我开启这所而死的，但只能说明他们自身实力不够，无法驾驭公子手中的钥匙，所以才被反噬而死。但公子则是不同，公子天赋力傲的，说不定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公子你可以做到呢。那狐狸精说道。姑娘可真是抬举我了。楚风笑了笑，旋即说道。依我看，不是他们无法承受反噬之力，而是弄错了步骤。步骤？狐狸精目光变得复杂起来。我若没有猜错，想要帮你解锁是可以的，但必须先挑战那颗珠子，只有成功挑战了那颗珠子，再从珠子内的世界出来，才能帮你解开锁，否则必然会反噬而死。楚风说道。是这样的吗？那是我弄错了。听得楚风的话后，狐狸精也是有些恍然大悟。姑娘，的确是你弄错了。楚风说道。那公子，既然这样，你还是挑战这颗珠子吧，公子天赋超群，定然可以成功的。那狐狸精捧着手中的珠子，对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一脑门子的黑线。狐狸精果然是狐狸精，当真是阴险得很。刚刚还劝说楚风不要进入那珠子世界，怕楚风死在其中，可是现在听闻，原来狐狸精他想脱离此处，必须有人成功挑战珠子，才能替他解困后，他竟然立刻又变了嘴脸。阴险，当真是阴险。他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根本不顾别人死活。姑娘，我要如何进入其中？楚风问道。公子，我有办法。那狐狸精说话间，张开双掌，将那珠子放于双掌之间。忽然，狐狸精美丽而清澈的眼眸竟然变得血红。与此同时，狐狸精白皙的小手也是浮现出了血红色的纹路。那血红色的纹路不止在他的手上，而是遍布他的全身。很快，他的肌肤之上开始长出毛发，那是动物的毛。紧接着，狐狸精的面容竟然也变了，它不再是美丽的脸颊，此时它的脑袋变成了一只狐狸的脑袋。这是一只粉色的大妖狐。虽然它还站在那里，但它整个人都化作了妖狐的形态。但楚风根本没有太过注意它，而是注意着那颗珠子。狐狸精双掌之中释放出了血红色的气焰，血红色的气焰之中充斥着无数血红色的纹路。与此同时，一股特殊且强大，并且又极为诡异的气息，也是从那血红色的气焰之中释放而出。楚风能够感觉得到，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血脉之力，是属于这只狐狸的血脉之力。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颗珠子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仔细观看，那是一个结界门，非常非常小的结界门，比一只蚂蚁还要小上数百倍。可就是这样小的结界门，却散发出了磅礴的吸力。那吸力有多强？楚风明明距离他还有些距离，可是那吸力却使得楚风难以站稳。楚风必须释放出结界之力，并且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让自己的战力达到2品至尊，才勉强站住身形，否则就要被强行吸入那颗珠子之内。好厉害！楚风眉头紧皱，只是结界之门释放出的吸力就如此强大，那里面到底有多可怕？楚风是完全能够想象得到的。这种情况下，楚风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只是事到如今，楚风已经明白了一件事，他其实自从踏出此处的那一刻起，就已是别无选择了。